嗨，大家好。前兩支影片討論了 Rhino 和 AI 的協作方式，這次要介紹的是 Grasshopper 和 AI 的協作插件 Raven。Raven 可以直接在 Canvas 中放置電池並自己串接。今天來測試它能做到哪些事情，了解它能怎麼幫助我們。那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，可以在 Food for Rhino 找到 Raven， 他們是來自瑞士蘇黎世的團隊，由 Moritz Rechtschow、Maximilian Rechtschow 以及 Philipp Holzbein 共同創立。模型來源採混合式架構，除了市面上模型的 API， 像是 Gemini， 他們也有自己開發的系統和模型。這邊有些相關的圖片。這是非常久以前的版本，是用電池的形式。從去年到現在，他們是真的已經更新了非常多的版本。截至目前為止呢，最新的是在6月24號。從這邊登錄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直接安裝跟下載，或者呢，也可以在 Rhino 的 Package Manager 裡面安裝。在 Rhino Tools Package Manager 這邊直接輸入 Raven， 就可以找到最新的版本，直接進行安裝就可以了。安裝好之後，重新啟動你的 Rhino。在開始使用前，大家最關心的價格在官網上都有條列，有分月繳和年繳的形式。其中對於專業版可以有7天的免費試用，另外只有專業版用戶的資料可以保有絕對的隱私，這點大家可以多留意。回到 Grasshopper，Raven 安裝好後，在 Canvas 右下角就會出現圖示，點選就可以直接進入。在這個位置點選登錄後，就可以開始使用。這邊可以開啟新的對話串，這裡可以查看過往的對話。點選最右邊的設定，進來之後，這裡是 Context Profile， 有點類似於 Skill 功能。我們在寫 Grasshopper 時，很常會有重複使用或模組化的片段 Snippet。Context Profile 可以基於你餵給它的片段，製作出標準化，或是基於你標準延伸應用的定義。可以將自己的知識習慣打包。另外，免費版用戶制定的 Context Profile 是會被公開的，這點需要留意一下。Custom Instruction 則類似於 System Prompt 的概念，是比較全域的設定，可以在這邊自定偏好或基本的操作習慣，比如多用中文回復之類的。由於 Grasshopper 內部也可以寫 Python 或 C# 的電池定義，這邊也可以設定要不要使用。下面的話則是 Raven 偵測到你所安裝的插件，除了原生電池外， Raven 也可以調用插件的電池元件。這邊可以選擇照片檔案，或是拍攝當前的截圖畫面。這裡可以選擇 Raven 的執行模式，當前有編輯跟幫助兩種模式可以選擇，我們稍後都會練習到。這裡也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型，有比較快速跟聰明的 ，token 的消耗量也會不一樣。這邊先選擇快速。首先，我們來建立一個基本的有明確描述規則的 prompt。那一樣，我會把這個 prompt 放在資訊欄。好，可以看到 Raven 已經直接在 Canvas 上面放置出電池組了。剛剛加速的時間大約經過了2分鐘。Raven 執行完之後，左邊會有確認的按鈕可以點選。在這一次對話新增的電池組呢，會用這種綠色的 highlight 標示起來。直接生成電池的好處是，在這一串的建模過程都是透明化，而且可以編輯的，比較不會有黑箱作業的感覺。你可以調整 slider 的尺寸，或是後續你要再自己新增電池也可以，操作相對靈活。接着我們來測試在前面影片 Rhino AI MCP 時有使用到的相同提示詞，在20立方單位內生成一隻像素風格的貓。好，可以看到它顯示 timeout， 原因在於 Raven 輸出的是 Grasshopper 內的電池元件，而 Grasshopper 的組合方式本來就不擅長描述沒有規則的有機造型。接下來我們可以試着給它多一點提示，讓它從既有的動物 mesh 去產生像素風格的參數化模型。可以看到這隻兔子又出現了。好，
好，剛剛已經經過了8分鐘，這邊就直接暫停，因為看起來不太樂觀。接下來我打算再更詳細的描述步驟，因為我知道可以怎麼建立像素風格的模型。好，剛剛大約經過了4分半鐘。當我們知道要做什麼，把它拆解成 Raven 可以理解的步驟時，它可以很快的幫你把這個邏輯建立起來。接下來試試它的照片生成功能，是時候再把前面影片使用的手繪重出江湖。好，看來我手繪的殺傷力還是太大了。剛剛久到我暫停錄影，所以沒有記錄到確切的時間。我想 Raven 已經盡力把它變成可以參數化的模型了。接下來把它跟前面用 Rhino AI MCP 生成的比較一下。接下來測試建築立面的照片，以 Sana 的作品為例。好，剛剛已經經過大約3分半，可以看到 Raven 已經建置出類似邏輯的模型，在立方體上布點後，隨機選取點位，建立出不同大小的立方體，再進行挖除。雖然和實際設計仍有一段距離，但已經是一個很好的，而且可以深化的開始。接着我使用了自己在初期教學026的案例照片，想看它逆向推導的逼近程度。好，時間經過了8分鐘，我的定義大約是20顆電池，核心是用 Surface from Point 搭配 Contour 在線上上色。而 Raven 的定義呢，大約40顆電池，雖然前面流程不太一樣，但同樣是用 Surface from Point 建立形體。不過在上色時，它轉成在 Mesh 上上色，然後 Contour 的線則是單色。這20顆和40顆電池的差別不是好壞，我個人偏好把電池寫得精簡，再加上是教學用的案例，所以在邏輯的設計上會有其他的考量。Raven 的解法是比較通用防呆的寫法，為了更保險，所以它的定義勢必會比較冗長。除此之外，它還多了分組框，表示它有結構化的意識。不過這些分組是 Raven 自己定義的，不一定會符合你個人的思考習慣。我會把這2份定義檔放在資訊欄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下載。這個測試呈現了 Raven 適合作為協作助理而不是複製工具的定位。短暫小結一下 ，Raven 的優點是直接以電池元件呈現，是透明可編輯的。而前面測試的都是比較偏生成的內容。接下來看看 Raven 的強項——協作。除了協作外，也來看看它的教學功能。這份是 Raven 的範例檔。將 Rhino 裡的內圈線和外圈線分別丟入 Grasshopper 中，請 Raven 生成漩渦狀的輪框造型。好，時間大約經過3分鐘，可以看到它已經建置好 Grasshopper 的定義，主要是由 ArcSED 來進行繪製，也可以調整相關的參數。由於現在的造型都是一樣寬度，接下來想請它產生漸變的造型。好，時間大約過去1分半，可以看到它已經把原本單一的 pipe 改成 pipe variable， 並且在不同部位可以調整比例。接下來請它整理分類目前畫面上的電池。好，大約花了30秒。目前看起來呢，有一分類整理成群組，但是很多地方還是疊在一起，需要手工再移動。接下來切換到幫助模式，請它介紹這份定義的邏輯。大概花了20秒，它條列得蠻清晰，也很正確。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看教學模式，請它來解釋我之前在專題系列的案例。這支案例有使用到大量資料結構的調整和篩選，在定義上不算太容易，會需要思考一下。好，大概花了50秒，它有從我的檔名獲得更多線索。它把定義分成4個部分：基礎格點、空間骨架連線、實體構件生成和抽離動畫展示。前部分還算對，但在最後它給了錯誤的解釋。整份案例並沒有牽涉到動畫製作，他誤以為我後來做的配對分組、隨機篩選並外推的操作是為了製作動畫。Raven 在電腦裡已足夠聰明，但我們在建模時下的決策牽涉到現實世界的設計判斷。
可能是為了美觀、為了加工，或是其他設計考量。這些判斷沒有寫在定義裡，會很難被理解，而這也不只是 Raven 的難題。接下來請他介紹我在初級教學018的案例，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attractor 加上範圍判斷跟資料篩選。30秒過後 ，Raven 給的解釋清楚也正確。對於幫助模式小結一下，如果你是初學者 ，Raven 可以幫助你理解邏輯定義，也可以解釋別人的檔案。對於稍微複雜一點的腳本，也有一定的正確度，拿來複習自己的邏輯也不錯。同樣的，會牽涉到設計判斷的情境，需要多留意。最後一個案例來做個橋樑的協作，因為最近淡水熱鬧很多，這份檔案的來源也是 Raven 的範例檔，我有稍微調整地形，讓它變得比較緩和。範例檔是製作吊橋，我們來改做斜張橋試試看。Grasshopper 的參考有地形和上方的基礎線段，請他先建立基本的橋面。好，大概過了3分鐘。目前他有按照箱體的形式來建立橋面，接着請他建立主塔。好，花了2分鐘。目前他主塔的數值都是坐在裡面，不是用 slider。請他做成 slider 後，讓主塔的腳延伸到下面的地形上。好，也大概花了2分鐘。腳已經有長到地形上，但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它的比例。接着請他把連接橋面和主塔的鋼纜建置起來。好，剛剛大概花了1分40秒。目前看起來還行，我們也可以調整分割的疏密，但是它目前在主塔下面會有鋼纜，這時候我們可以用它的截圖功能，注記在主塔下方，請它刪除。好，大概花了30秒，我們來調整一下，可以看到它也不會受到奇偶數變化的影響。那目前橋面都是固定斷面的，接下來我想請它隨着距離去調整橋面的斷面形式。好，剛剛經過大概快3分鐘。它把橋面調整成是多個斷面 loft 起來後，形成 solid， 再做 Boolean difference， 確保它是一個漸變的實體。接下來請它設置橋面的路燈，間距希望可以獨立設置，並且高度是漸變的。好，大概花了2分鐘。目前效果看起來還行。最後，請他將路燈高度的漸變數值出成表格。我並沒有提示他要使用哪個電池元件製作成 Excel。大概過了1分鐘 ，Raven 自行使用了 LaunchBox 插件中的 Excel 電池，把數值出成表格了。我們來看一下，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。好，那這是今天的案例。Grasshopper 的節點式架構非常適合拿來讓 AI 生成模型。節點能夠抽象化各種功能，使人類與 AI 更容易協作。這邊也整理了 Raven 的優點和缺點。優點包含生成的結果是可繼續編輯的 Grasshopper 元件，透明度和維護性較高，接受手繪草稿、照片、截圖作為輸入，降低文字描述的門檻。能理解當前 Canvas 狀態，在既有定義上修改，不需要每次都從零開始。能自行選用適合的插件，在幫助模式可解釋既有的 Grasshopper 邏輯定義，對學習和理解他人的定義檔有一定的幫助。在 Windows 和 Mac 系統都可以支援。最後是它的 Custom Instructions 和 Context Profile， 雖然本支影片的說明較少，但它可預設行為偏好和工作環境，可以減少重複說明的成本。缺點包含對於有機造型掌握的硬性限制，對隱私較注重的使用者建議選擇付費專業版。每次開啟新 session 都是全新的狀態，對複雜的多階段專案需要重新建立脈絡。當邏輯牽涉到現實世界的設計判斷，幫助模式的準確度會下降，因為這類隱藏的知識無法從定義本身推導。
電池排列整理的效果有限，很多元件還是堆疊在一起。另外有點讓人介意的是，它在 Canvas 右下角會有一個 logo 的圖示，對視覺整潔要求的使用者需要另外隱藏起來，每次呼叫 Raven 時則需要另外輸入。最後在逆向推導時了解到 Raven 的生成邏輯路徑和使用者習慣的思考方式不一定一致，需要先了解它的邏輯才能達到較好的維護效果。總結來說 ，Raven 是個很好的工具，不論是 Grasshopper 的初學者，還是有經驗的使用者，相信你都會找到樂趣。Raven 的相關資源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。在現今各種分析和輔助工具充斥在市面上，選擇適合你工作習慣和環境的軟體，在設計階段越早開始使用，你就能獲得更多的有用資訊。這是今天的影片，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和分享。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歡迎使用超級感謝的功能。那我們下支影片見，拜拜。